我们现在在2025年的第3季度，比特币在不久之前才创下了新高点。那么进入第4季度，预期比特币可能还会再创下新高，尤其是在降息之后。那么在现在这个价格都已经11万、12万了，很多朋友就会问，我现在还适合买比特币吗？现在入场会不会太高了呢？那么今天我将要从比特币的减半机制，然后从投资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我觉得比特币还是值得投入，然后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轻松的入场。那么最后再教大家我们 DCA 该怎么做，我会用 Bybit 来做一个演示的实例，来告诉大家怎么样设定我们的中心化交易所，让你可以很轻松的开始你的 DCA 之旅。那么也许有些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比特币。简单来说，比特币就像是数位黄金。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种货币不受到任何国家政府的控制，不会被滥印，而且全世界只有固定量2100万枚，你觉得它会有价值吗？这个就是比特币的核心概念。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期间，然后它的创始人呢是一个匿名者，他匿名为中本聪。这个人到目前为止，或这个团体到目前为止是谁，我们还不知道。那么他设计了这一套去中心化的数位货币系统，它不像是美元或者新台币需要央行来发行，而是透过数学的演算法跟全球分散的电脑网络来实现这个2100万枚的固定数量。对于比特币网络设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描述栏里面去下载比特币白皮书以及白话版本的比特币白皮书，这样你可以更了解这个设计是怎么被设计出来的，以及为什么它会有一个2100万枚上限的这个限制在这边。那么为什么比特币会成为现在的比特币，成为机构眼中大家关注的媒体头条呢？你还记得几年前比特币都还只是技术圈里面的实验型货币吗？在2010年左右，曾经有个程序员，他为了证实比特币的货币价值，用了1万枚比特币购买了2片披萨。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成为现在我们每年要庆祝的一个庆典活动。如果你去 Google 上面搜索 Bitcoin Pizza Day 的话呢，就会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不管是交易所也好，或者是媒体网站也好，他们做的庆祝活动。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技术圈内的实验新货币到现在的主流机构采用的一个加密货币，这个情况已经彻底改变了。那是什么造成这个改变呢？就在2024年的1月，美国 SEC 批准了首批的比特币现货 ETF， 让普通人都能够透过他们熟悉的证券账户去投资比特币。那么这些 ETF 在上市的首日就创造了46亿美元的惊人交易量，这个交易量比当初黄金 ETF 上市的时候还要来得多。那么在这种机构级别的采纳不仅仅限于 ETF， 现在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尤其是以微策略为首的这个上市公司投入比特币的量也越来越多了。不过就MicroStrategy 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个比特币教父 Michael Saylor 呢，就是 Strategy 的老板，他的创始人，他已经将比特币这个符号正式纳入公司名称，也就是今年发生的事情。他彻底的展现了从实验性的货币，然后到主流媒体采用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式的转变。那么我们刚刚说比特币的总量是被硬性限制在2100万枚，那目前呢已经有1992万枚被挖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目前的存量已经不多了，大概只剩下100万枚了。我们已经有挖出来1992万枚，所以呢，每4年一次的减半事件会让新的比特币的产出速度减半，然后进一步的就会加剧它的稀缺性。那这个稀缺性呢，当然就是在通膨是特别获得青睐了，尤其是当各国央行不断的在印钞票的时候，比特币的硬性上限就成为了一个避险资产的自然选择。然后再加上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呢，这个川普团队他们算是加密友好的团队，那么这个也让市场对未来的监管是更具备信心。那么在媒体这么大量的关注之下，以及比特币现在价格已经到了11万、12万的情况，到底为什么我认为它还是有投资的价值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它的减半周期，从历史周期角度来看，我们看一下比特币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4年周期，这个跟它的减半事件是密切相关的。每次在减半之后大约是10个月，比特币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上涨期。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2012年这个时候呢，我们奖励区块是从50个降低到25个减半了，然后在减半日当日呢，在减半后1年的价格，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快速的上涨期。当然这个上涨的幅度随着每一次减半事件是下降了，但是我们预期未来在这个稀缺情况之下，以及在市场机构不断的关注的情况之下呢，按照历史规律，减半过后上涨的这件事情还是会继续发生的。我们另外再来看一个数据，就是每
每一个周期的比较。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期2015到18、18到22跟22到25，每一个周期都会经历一个从熊市到牛市再到顶点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根据这个图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离我们这个周期的顶点也是还没有到达，但是正在接近当中。当然这个跟周期论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上一集视频有讲到这个4年周期论，未来呢由于机构的采用以及全世界新投资人的加入，这个周期的波动或许不会再像往年一样这么的明显。那么除了减半会推动价格上涨之外呢，另外我们在看到机构跟政府采用比特币的这个速度上面也会持续的推进比特币价格的上涨。这张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黑线是比特币价格，然后这个不同的色块代表机构采用、ETF 采用、交易所持有以及私有公司的持有。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绿色这一块呢，绿色这一块是上市公司的持有量，即使到目前为止全部上市公司持有量加起来也是个位数字而已，不到这个总流通量的个位数字百分比。那么加上 ETF 跟政府机构的持有，目前总持有占总比特币流通量的不到 20%， 所以可想而知，在未来如果机构跟政府、私人企业持续去持有比特币的话，比特币价格往100万美元走的这个趋势呢，是指日可待的。那这当然也不是我说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金融机构的分析师或者是币圈的 KOL， 他们也是这么去预测的。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方舟资本。那方舟资本呢，在2025年的这个年终报告中就已经预测了，在2030年的时候呢，比特币有望达到150万美元这样子的一个高峰。当然这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之下呢，那如果在悲观的情况之下，也会达到30万美元这样的一个未来价格。那么他们的分析是根据总可触达市场，这是一个金融的分析模型，根据他的模型算出来的。那当然 VanEck 还有花旗银行等等这些金融机构也预期在2025年底甚至2026年初就能够达到18万到20万美元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还有一些币圈的 KOL， 比如说知名的像 Plan B， 根据它的这个 Stock to Flow 模型，它是根据比特币减半的这个稀缺性来预测价格上涨的幅度，它也是非常乐观的预估这个目标价在2025年就能够达到50万。当然对于 Plan B 它的这个目标价格，我们是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我觉得今年底应该达不到50万，但是20万是一个非常可及的数字。还有一些币圈的 KOL， 比如说 Arthur Han 这个 BitMax 的创始人，还有 Michael Saylor 等等，他们都认为比特币的价格还距离年底的高点还有一个上涨的空间。那当然他们的观点不管是根据总流通货币量来分析也好，或者是根据法币贬值的速度来分析也好，都是有凭有据的这个分析。那么前面说的呢，我们确定知道比特币的价格还是一个上涨的趋势。现在以比特币一枚11万10万的价格，各位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即使我投入比特币，你也不要抱着有一夜致富的想法，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风险资产。那么也不要抱持着说我一定要一次买1枚比特币，因为毕竟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已经蛮高了。应该要有的正确的态度是，比特币是一个长期的风险资产，它是一个能够对抗通货膨胀效果很好的一类型资产。所以呢，我们在投资比特币的时候，不要想着我一次要 lump sum， 就一次性的买入1枚，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定期定额，也就是你经常会听到的 Dollar Cost Average DCA 策略。一次来不及没关系，我们透过 DCA 来投资比特币也将会是很可观的。这张图你可以看到，粉红色这张图是我们一次性的买入，假设我们有1200美元，我们一次性买入。那么左边这张图是我们定时定额的每个月去购入100块钱的比特币。我们可以看到两张图的相比， DCA 策略的回报率会要比右边这个红色一次性买入的回报率要来得好很多。那么我们用一个试算工具，假设我们2年前就开始定期定额的每个月投入1000块新台币会怎么样呢？这边有个工具，大家回头可以去自己试试看。我今天讲的这些内容我也会放在我们的描述栏里面，大家可以下载，然后里面有所有的工具链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图，假设在2年前就开始每个月100美元的购入比特币，那么在这2年下来总共投入是2400美元，但事实上你获得的是根据比特币今天价格4079美元的这样的比特币的等值的比特币，这个回报率几乎是100%了，可能80%到85%左右，到回报率是相当的好。那么我们对于投入比特币来说的话，如果
果你是新手，该怎么做呢？我建议对于刚刚加入加密货币领域的新手，你应该要采取一个保守而且纪律性非常强的策略。DCA 的执行步骤，第一步当然就是你要设定你的预算，那这笔预算是你可以投入的这个闲置资金。什么叫闲置资金？就是你每个月吃饭或者是你娱乐的费用，这部分的费用你把它省下来，然后投入比特币，就算是全亏完了，你也不心疼，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我们就说每个月，比如说1000块、2000块台币好了，甚至你如果稍微有能力的话，每周1000块钱也是一个累积财富比较快的方式。然后接着呢，选择一个合法而且交易界面友善的中心化交易所。那现在有很多中心化交易所，比如说待会儿我要使用的 Bybit， 它就有一个自动化的功能，所以你只要把 DCA 策略设定好，每个月你要投入多少，或者每个周期你要投入多少，系统就会帮你自动操作，完全省去你的说界面操作的时间，或者是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币价上涨下跌，影响你的情绪，这种因为情绪而受影响，以至于投资不果断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啊。那么透过 DCA 呢，你就可以降低这些风险。那么对于有经验的加密货币投资者，那你就可以考虑不同的投资组合，比如说从核心跟卫星这样子一个合并策略来考虑。我一个核心是 DCA， 那么我的卫星策略呢，可能是去购买一些比特币相关的加密货币或者是其他的加密货币去做这样的一个组合搭配。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为新手设计的这一集，所以我们会 focus 在我们如何设定中心化交易所的 DCA。 好，那我们接着就看我们 Bybit 的设定该如何做吧。好，接下来我们进入Bybit 的 APP， 进入首页，先看一下自己的资金够不够。我们可以先存入一笔资金，那记得哦，是要在资金这边才可以 DCA。如果你在同一交易账户的话，先去划转过来。那接着我们去找 BTC 这个交易对，那取决于你的稳定币是什么。我是 DT 的话，我就会选这个交易对。那接下来呢，我要去把它杠杆关掉，因为我想要做的是现货交易，所以我就会先到这个地方去点击进来。那你注意一下这个杠杆，如果你是开的话，你就把它关掉。我已经关掉了。好，我们再回到刚刚的交易页面。那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工具，然后这边有一个定期定投计划，我们选择 BTC， 然后创建定投。那这边呢，你可以选择用 USD 或是 USDT 或 USDC， 那我有 DT， 所以我就选择 USDT 的稳定币，然后每个月10块钱，然后在每个月的1号确认。接下来点击下一步，然后呢，这边就会跟你再确认一次是不是要$10每个月，对的话就按继续，然后你就完成创建啦。以上就是我们用 Bybit 的 APP 设定一个 DCA 策略，是不是一点都不难，很容易？如果你还没有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账户的话，欢迎使用加密妈咪的注册链接，这也是对频道的一种支持。那么现在开户入金还能够额外获得高达3万美元的体验金，是一个很不错的 deal。 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比特币现在还能不能投入？根据我们的分析，比特币是值得投入的，但是你不要期待它会让你一夜致富，它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物。抱持正确的心态，即使你是新手也不要害怕。不过就像学习任何一门新的语言，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循序渐进，希望假以时日你也能够成为比特币大富翁。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边，如果喜欢视频内容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